全日空跟日本航空一直以来都是称霸日本天空的两大航空公司。那你知道其实这两大哥各自都还有他们自己旗下的小弟吗？接下来的2集我就要来好好介绍一下这两个小弟 Air Japan 跟 Zip Air。我知道很多人敲碗很久了，所以我们就赶快从第一家 Air Japan 开始吧。3、2、1，起飞！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OK，Air Japan。先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家航空公司的背景。首先，大家要知道 Air Japan 跟 Air Japan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哦。有空格的 Air Japan 是 ANA 很早就成立的一家子公司，主要负责 ANA 部分航班的实际营运。所以，如果你有搭 ANA， 有时候会看到机票上写 Operated by Air Japan， 但你基本上是看不出任何差别的，因为飞机、座椅、服务甚至制服都跟 ANA 一模一样，只是实际负责飞行的机组人员是隶属于 Air Japan 的。从营运角度来看，就是 Air Japan 在帮 ANA 执行航班。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主要是为了让整个集团在运营上更有弹性。对于外籍机师跟机组人员的招聘、人力安排跟合约设计、不同航线的配置、航权跟时间带分配，据说对公司都更好调整。我听我日本朋友说 ，Air Japan 的薪资结构跟福利会比 ANA 本体相比要差上不少。这是不是 ethical 的 business practice 呢？我不知道，我不想被告。但如果换个角度想，这样的弹性其实也让 ANA 有能力去开一些本来可能比较难维持的航线，甚至是利润没那么高的市场，所以就看你怎么想咯。那再来讲到没有空格的 Air Japan， 这是 ANA 在2022年推出的一个新品牌，定位在中长程的低成本航空，而实际营运一样是由刚刚提到的 Air Japan 负责。这个品牌就跟 ANA 不太一样了，它有自己的涂装、服务模式、舱内设计，整体体验也更偏向低成本航空。所以简单来说 ，Air Japan 是一家负责营运的公司，而 Air Japan 是一个品牌，两个其实是不同层级的东西，但又是同一个集团底下的。那如果你听懂了的话，你就会知道最近宣布停止营运的 Air Japan 是不会影响 Air Japan 继续 operate on behalf of ANA 的。我觉得 ANA 这张图讲得蛮清楚的，但就连 ANA 集团自己的声明都把它们写成一模一样的东西。你想问我为什么把名字取得那么容易搞混？你不要问我，你去问 ANA 的大老板去。把这东西搞得那么复杂，真是谢喽。但说到复杂，我最近还真是常常遇到一个复杂的难题，就是我那么常飞不同国家，每到一个新的国家就会发现这里的网路它变了，我曾经最爱看的内容它没了，它走了，它留在原地放弃跟我登机了。我们之间的爱原来是如此的脆弱。但没关系各位，今天我就来教大家一个让你可以带着你最爱的网络内容一起环游世界的方法，那就是使用 Surfshark VPN。VPN 是网络上的传送门，它可以让你在一瞬间就将你的网络位置传送到世界上的任何位置，而且它不只是拿来传送而已。像我平常在机场、咖啡厅用公共 WiFi， 我也会建议大家使用 Surfshark VPN， 可以确保你的连线是安全的，不会被一些网络上奇怪的人或骇客盯上。它会帮你隐藏你的 IP 位置，加上无日志认测，所以不管你在网络上做什么都不会被记录，也不会被乱推广告。那除了安全之外，稳定性也极其重要。Surfshark 在全球140个地区有4500多台伺服器，不管你飞到哪，基本上都可以稳定使用。再加上一个账号就可以在多个装置上同时使用，手机、电脑、平板全部一起领域展开。那么强大的功能，你到底还在等什么呢？这里只要点击 surfshark.com/benchen 或用优惠码 benchen 就能获得额外4个月的 Surfshark VPN 服务哦。不用谢我，要谢就谢冲浪鲨鱼爸爸赞助这支影片。好的，是个无情的业配。我们刚刚聊哪？哦对，Air Japan 跟 Air Japan。反正呢，想看 ANA Operated by Air Japan 可以去看这支影片，想看 Air Japan Operated by Air Japan 的就不要转走，我们就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吧。嗨，大家好呀！我现在人刚抵达首尔仁川机场，刚刚才搭了国航的737-800从北京首都机场飞过来。那为什么决定来首尔呢？有2个原因：一，我没来过，所以想来看看；二，Air Japan 其实只有3个航点，首尔、曼谷跟新加坡，所以我就从这3个点里挑了最便宜的那个。你也可以说我专门是来搭 Air Japan 的。那我这次在首尔其实就待1个晚上，到的时候已经晚上了，第1个晚上也没时间干嘛，散了一点步，吃了一点小气的 kimbap 跟香蕉牛奶，我就去睡觉了。隔天一大早，我很早就起了床。我是真的蛮喜欢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早起散步，享受早高峰之前的宁静。我想各位在我的影片里会常常发现我干这种事，首尔就特别适合这种 solo travel。
那走着走着呢，我就来到了久仰大名的 London Bagel Museum。哇塞，一大早开门没多久就满满的人潮。为什么每一个 bagel 都可以看上去那么好吃啊？我最后是直接挑了人家的 best seller Cheese Honey Bagel， 内馅丰富的起司搭配甜甜脆脆的外皮，哦，太满足了。我最后还又跑去吃了另外一家也是韩国很有代表性的早餐店 Isaac Toast， 这就是我最喜欢吃的那种三明治，简单美味又塞满了蛋。我要是住在韩国，我感觉我可以天天吃这个。对，反正以上就是我这次来首尔做的事，有点无聊，我知道，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想去看看，很多韩式料理想去吃吃，但大家别忘记，我们这次来首尔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Air Japan， 我们先缓一下，然后前往机场吧。OK， 首尔仁川机场，从市中心过去怎么去比较方便呢？ AREX Airport Railroad Express Train 就是你的答案。它跟台湾的机捷很像，有分 All Stop 跟 Express， 但不同的是 Express 是需要另外买票的，比较贵，40分钟一班，全程大概需要50分钟。另一个 All Stop 的，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普通的 Subway， 车次比较频繁，比较便宜，而且你用 T-Money 也可以逼得进去。车程稍微久那么一丢丢，但也就多10多分钟而已。我比较闲，所以我就搭了 All Stop， 体验一下当地人每天通勤的感觉。OK， 我们到仁川机场了。仁川机场一共有2个航厦 ，T1 跟 T2， 中间还夹了一个卫星航厦。Air Japan 在 Incheon 用的是 T1， 跟着指示牌走，蛮清楚的，一下就找到 Air Japan 的第一排。Air Japan 的报到柜台简单暴力，因为 Air Japan 除了经济舱，就还是经济舱。我很早到，没什么人，就很顺利快速的拿到我的登机牌了。那接下来来教大家一招。仁川机场很大，人流很多，所以出境的时候常常会看到很多人排队。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提前在 Smart Pass 上扫个脸，登记一下资料，再把你的登机牌扫一下，你就可以直接去排这一道咯，直接跳过那么多人，哇！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早就知道了，但还是跟各位讲一下，以免有些人被遗忘。而在过完安检，又在搭车前往中间的卫星航厦，我们也终于到我们今天的登机口啦。飞机还没到，但已经可以看到隔壁停着 Air Japan 的对家 Zepair 准备出发了。下一集，各位，下一集我们先拉回来，因为刚说完今天要搭的飞机就已经来喽。这次搭乘的是 Air Japan JA801A MQ122 波音7878梦幻客机。Air Japan 的机队3个航点，3架7878，就是如此简单。平均机龄大概14岁左右，你也可以想象每一架的都是前 ANA 的飞机，所以也真的都不算年轻了。那在欣赏完787的美丽的机身后，我们事不宜迟，就赶快来登机吧。就如先前说的 ，Air Japan 的飞机只有经济舱，所以全机队都是324席333的座椅布局。我这次搭 Air Japan 可是下了重本，特地选了前面的位置 5K， 蛮神奇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坐在第1到第9排的位置的话，它是会提供免费的饮料的哦。考虑到这是我第一次跟最后一次搭 NQ， 我就直接索性订了前面，顺便来个引擎视角，好好享受一下这次航班。OK， 那我们再来看椅子的部分 ，Saffron Z110i Slimline Seats。全皮全黑加上头枕粉色边框，其实蛮帅的。头枕可以上下左右，加上32寸的椅距跟17.1寸的椅宽，以空间感跟舒适度来说，其实真的相当不错。但也有可能只是因为我这一整排都没有坐人。再来看到椅背，最下面是一个皮质的大口袋，然后往上一点就是一个杯架，跟有一个洞的下放式餐桌。右边这里有头灯跟服务铃的按钮，左边这里则是可以找到 USB-A 跟 USB-C 的插座。然后再继续往上一点就是一个手机架跟一个 Literature Pocket 啦，是个简约但又充满功能的椅背。那在 Literature Pocket 里面，你还可以找到蓝换的 ANA 清洁袋、安全须知、更多的安全须知、网络连接指南跟飞机上的食物跟饮料菜单。餐点是不免费提供的，所以我把菜单放在这里给大家参考一下。各位可以自己评估一下，这以飞机餐来说算不算贵？那最后头上是通风口跟头灯都可以找到，飞机窗是787标配的电子窗，然后椅子边边还偷偷藏了一个存在感很低的 Kotak。大概就这样，大家觉得如何呢？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的。它其实就是主打一个我把位置弄舒服一点，然后把其他额外的服务全部砍掉，想要多的加钱就可以的神奇定位。只能说很可惜，现在已经搭不到了。飞机看起来好像也准备要起飞了，我就不废话，让大家好好欣赏一下这个价值1500日币的视角咯。等一下空中见。
哟吼 ，OK， 把大家给拉回来。刚刚起飞真的超美，这里分享一些片段。但我觉得是时候来简单聊一下网络的部分了。NQ 之所以会提供充电跟手机架，就是希望你的手机可以替代娱乐系统。但 NQ 网络的 offering 还是让人小小的失望。如果要上网，其实是要加钱的。我把价目表放在这边，唯一免费的部分就是他们线上娱乐系统跟购物平台。好吧，至少还有一些娱乐选项。但我数了一下，一共也就只有10个影片加电影可以看。剩下就都是 NQ 自己的一些影片，哇，这就有点尴尬了，感觉有点被打发的感觉。但至少啦，这上面还是有飞行地图的，我想这也是让我要好好享受窗外景色的另外一个理由吧。那我们再顺便来看看厕所的部分，其实有的设施也不多，马桶垫、Kotak、调整水温的水龙头，跟日本航空公司都必备的冲屁屁马桶，都符合大家日籍航空的期待。我唯一比较想吐槽的是，这个洗手乳也未免太混了吧。直接贴一个贴纸把 ANA 盖住，我好像知道为什么 Air Japan 停飞了。ANA 集团根本就不重视的感觉。Anyways， 先回到座位，因为我期待已久的飞机餐也准备要上了。我这次在订机票的时候就有提前线上预订餐点，想说都最后一次到 NQ 了，就吃个饭，不留遗憾。所以我就花了17000韩元，大概1800日币订了这个卡兹萨ンド。蛮贵的，但炸猪排作为我的 pork fake food， 我还是非常期待的。噔噔，整份餐点包括炸猪排本身、1瓶水、凉的湿纸巾跟木质的餐具。餐盘本身很酷哦，有做防滑的设计，蛮贴心的，你的食物就不会飞掉。哦，对了，还有前面提到前几排会提供的饮料，选择有这些，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回到重点，味道如何呢？身为这个炸猪排锅尼舍，不得不说还是让人有点小失望的。刚拿到的时候，感觉食物并没有完全解冻，还是太冰了，再加上干干的吐司，导致根本吃不出什么味道，就是一口冰。虽然后面放到常温一点后有稍微好一点，但这并不改变它就是没有那么好吃的事实。我想唯一的好处大概就是分量是多的，吃完很饱。但要我再搭一次的话，我应该是不会再点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好了，那这吃饱后，其实我们也就一路飞到日本啦。很快，我知道，但让我没想到的是，飞行途中空服还有出来给大家发这盒，应该是化妆保养品的东西，应该是跟 Air Japan 合作的，因为里面就是优惠券跟各种试用品。反正我也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首尔航线有，但免费的我就不客气收下喽。之后在抵达东京成田机场。不对，应该说旧金山国际机场后，空服又还有发这个 Airport Limousine Bus 的折价券，看来应该是真的有在合作啦，要不然也不会一直在那边发。但以上就是这趟 Air Japan 的全部啦，大家觉得如何呢？航空公司的定位是真的蛮有趣的，但真的也是小可惜，感觉 NQ 不是 ANA 集团的亲儿子，很多都有点做半套的感觉。我只能说 NQ 2022到2026，我们怀念它。好的，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这种航空开箱影片的话，还别忘记帮我按赞、分享、收藏、订阅。顺便在这里感谢一下各位干爹干妈。下一集我们就来看看 NQ 的死对头拉链航空吧。又或者你想叫压缩航空也可以，是你的自由。即使定位跟 NQ 类似，但实际搭乘体验却还是非常不一样。我们就下一集一起来看看喽，比布。